女孩第一次倒立看小说，竟意外猝死穿进兽室，刚睁眼就被3万亿兽人包围。不仅有占有欲爆棚的白毛狮子，更有风情万种的九尾赤狐。不管是星际上将还是陛下，通通只能拿着链子请求苏夭夭的鞭策。只因这是一个红花绿叶的兽人世界，数亿年前曾遭受到一场浩劫，雌性大批量死亡，而雄性虽然可以利用兽人形态进行抵抗，但是会增加它们的狂暴值。当狂暴值达到100%，就会变成没有理智的怪物，最终走向死亡。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雌性的精神力安抚，但由于雌性数量的稀少， S 级以上的雌性已经几万年都没有出现过，而拥有4S 级精神力的苏夭夭，只能勉为其难拯救整个世界的帅哥了。苏夭夭万万没有想到，只是熬夜看了本星际兽诗文，他就突然穿越了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呆立当场。葱郁无垠的森林，巨大的古木遮天蔽日，藤蔓如巨蟒般蜿蜒盘旋，奇异的飞鸟在头顶掠过，发出听不懂的鸣叫。还没等他从这震撼中缓过神来，3只体型巨大的野猪冲了出来，眼睛猩红，极度兴奋，发狂状态，恐怖的獠牙如弯刀一样泛着寒光，湿漉漉的鼻子不停地嗅动，探寻着空气中的气息。雌性，是雌性，我闻到了雌性的味道。快看，那里有只小雌性，你们都别抢，它是我的！大野猪们锁定了目标，纷纷向它冲击。苏夭夭吓得拔腿就跑，猪妖啊！可他的脆皮大学生体质，没跑几步就已经气喘吁吁，慌乱间被一块碎石绊倒，腿部传来钻心的疼痛，膝盖和脚踝瞬间红肿起来。3只野猪不费吹灰之力就追上了他，将他围在中间。苏夭夭眼泪夺眶而出，有痛的，但更多的是害怕，声音颤颤巍巍，带着浓重的哭腔道：“我没什么肉的，你们不要吃我！好美的小雌性啊！”他的声音娇滴滴的，我的魂都被勾走了，我已经忍不住要和他交配了。交配！苏夭夭瞪大了眼睛，听到最后才明白，这些雄兽不是要吃他，而是要和他做那个。砰一声，刚刚还面目狰狞的野猪，瞬间变成3个威猛赤裸的男人，胸肌腹肌非常发达，精壮。苏夭夭不由得多看了几眼，咽了口水。不是吧，这个世界连猪妖都这么好看？但是帅归帅，他不想被交配啊！拖着受伤的腿，不断的后退，你们别过来！但还没退几步，就撞入了其中一个男人的怀里。小雌性选择我了，我要第一个来！瞬间，他被魁梧的男人从身后抱住，用力撕扯他的上衣和裤子，只听得一阵布料撕裂的声音，身上一阵凉意，全身只剩下了内衣内裤。尖锐的报名声从苏夭夭口中喊出，眼泪也如断线的珍珠不停掉落。只是瞬间，他被身后的雄性捂住了嘴巴。小雌性，留点力气，一会儿再叫吧。他身上好香啊，身体肌肤白皙还透着粉嫩，太诱人了。不如我们3个一起上吧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3个雄性紧贴着他，热气不断喷洒在他白嫩的肌肤上。苏夭夭不停挣扎，可他的力量太过渺小，根本就不是3个成年兽人的对手。默认这个事实后，他只能绝望地闭上眼，泪水潸然而下，顺着眼角滑落。后，一只威武的白狮瞬间将他面前的雄性扑倒，压在利爪之下，锋利的利爪直接陷进肉里，留下深深的几道口子，鲜血淋漓。回头警告地看着其他雄性，他双眸圆睁，闪耀着令人胆寒的凶光，血盆大口豁然张开，从中爆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。这吼声仿若汹涌的雷鸣，在草原上滚滚回荡，惊得周围的飞鸟仓皇逃窜，地面也似为之震颤。这一吼吓得苏夭夭瘫坐在了地上，瞳孔放大，脸色煞白。完了，来了个更厉害的大家伙！白狮一跃来到了苏夭夭面前，呲着牙，恶狠狠地盯着其他2个雄性。白狮是白莱昂上将，快跑！那3个雄性已经顾不得苏夭夭，纷纷变回4条腿的野猪，逃命要紧。赶跑对小雌性不敬的雄性后，白狮收了力气，再看小雌性害怕的一动都不敢动，默默地向后退了几步。糟糕，一定是他刚刚太粗暴，吓坏小雌性了。而且小雌性他衣服高大的白狮转了个圈，背对着苏夭夭变回了人形。苏夭夭瞳孔一颤，这么直观地看着白狮变成一个白毛帅哥，干净利落的短发，肩宽腰窄，穿着一套军装制服，衬着身姿挺拔，身高目测起码有1.9米，真的是从背影看就是个超级无敌大帅哥。白莱昂红着脸，他刚刚看见了小雌性白花花的身体，雌性的身体只有被选上的兽夫才有荣幸看的。快速脱下军装外套，尊贵的雌性，如果可以，请您先将就穿用我的军服。苏夭夭一愣，听明白他的话后，也看出了他并没有恶意，小心翼翼起身，可是受伤的脚传来刺痛，哎呀，瞬间又跌坐了回去。苏夭夭痛得直皱眉，眼角挂着小珍珠。白莱昂听着身后的动静，心里一惊，可又不敢贸然回头。尊贵的雌性，您怎么了？只能担忧地问道。苏夭夭紧咬着下唇，忍着痛，我脚踝好像拧到了，站不起身。白莱昂十分担忧，听小雌性的声音，已经带上了些哭腔，怕是十分疼了，得罪了。说着，白莱昂转过了身。苏夭夭惊得把破衣服碎片挡在胸前。虽然男人白狮形态的时候基本已经看过了，可苏夭夭心里面对动物跟男人那心境完全不一样。之前下白的小脸又一下泛了红，抬头偷瞄男人，才发现他闭着眼，男人紧闭双眼，长长的睫毛如同扇面般垂落，脸庞如雕刻般完美，五官立体分明，总觉得睁开眼，这张脸会帅得非常顶。白莱昂在心里估算着距离，准确无误地在苏夭夭面前停下，单膝跪地，双手捧着军装递给苏夭夭，请用。苏夭夭有些惊讶地看着白莱昂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个男人在他面前单膝跪地。白皙的玉指小心翼翼地接过军装，轻柔地说了声谢谢。白莱昂心里泛起涟漪，在这个雌少雄多的世界，雌性不仅能一妻多夫制，更是享有最高的星际待遇。
所以大多的雌性都骄纵蛮横，这么善良会说谢谢的，真的很少见，而且十分美丽。白莱昂回忆着小雌性的容貌，她的面容精致如画，肌肤似羊乳般白皙细腻，泛着柔和的光泽，眉如弯月，眼眸清澈，透着灵动与光芒。挺直的鼻梁下是淡粉色的唇瓣，微微嘟起，犹如花瓣般娇嫩，十分诱人。一阵衣服窸窣声后，甜美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我穿好了。”白莱昂这才缓缓睁开眼，湛蓝色的眼眸纯净的就像蓝天一样。苏夭夭呆萌地望着眼前大帅哥，连脚上的伤都暂时忘了痛。天哪，兽市里每个人都是极品大帅哥吗？苏夭夭直勾勾的目光惹得白莱昂脸颊一红，而且他宽大的军装穿在小雌性的身上，就像小孩偷穿大人的衣服一样，全身只露出2条白晃晃的腿。白莱昂盯着2条腿看了几秒，便慌忙转移了视线。尊贵的雌性，您脚上的伤很严重，请跟我回一趟军事基地，基地里的军医会为您治疗。苏夭夭眨了眨眼，军事基地，身为和平世界里普通的一枚大学生，很少会接触这种词汇。听出了小雌性的疑惑，白莱昂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自我介绍。小雌性说不定还以为他是坏人，忘了自我介绍。尊贵的雌性，我叫白莱昂，是星耀帝国第1军事基地的上将，很荣幸能为您效劳。白莱昂单膝跪在地上，右手放于心脏处，行了一个标准的礼仪。苏夭夭看着眼前的白毛帅哥，还挺绅士的。眼下自己人生地不熟的，脚还崴了，要是再遇到野蛮的雄性，自己肯定对付不了。军人总靠谱些，好，我愿意跟你走。白莱昂闻言，嘴角上扬，愉悦地舒了气。他还以为之前自己粗暴的兽行吓坏了小雌性，他会不愿意跟自己走。不过我的脚受伤了，我走不了路。苏夭夭沮丧地垂下头，在思考着如何去军事基地。冒犯了。白莱昂起身将她从地上公主抱起。苏夭夭一声惊呼，原本靠在结实的胸膛上，变成了骑坐在大狮子上。尊贵的雌性，请您抱住我的脖子，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到基地。好，对了，我叫苏夭夭，你也可以叫我夭夭，你总叫我尊贵的雌性，我有些不太习惯。夭夭，白莱昂雌性的嗓音开口，他还从未如此亲昵地叫过一位雌性的名字。苏夭夭愉悦地点点头，而后听话地俯下身，但抱住大狮子的脖子，那他是做不到的，只能抓住2侧鬃毛。白莱昂迈开步子，朝着军事基地奔去，步伐稳健，而且速度极快，途中迎风长啸，好像他在发布什么讯号一样。丛林四周都传来动静，好像有一些动物跟在他们身后。丛林西区，瑞格眯着琥珀色的瞳孔，盯着东区突然飞跃的大片鸟群，有些不爽地皱起眉头。副将，看来是上将那边已经找到雌性了。通知所有人收队回基地。是，军事基地医疗部。帕尼，小雌性受伤了，快为他做全套检查。白莱昂抱着苏夭夭火急火燎地冲进医疗部，途中遇见他们的士兵都忘了跟上将打招呼，都直勾勾地看着上将抱回来的雌性，就像是看到外星生物一样，一副惊呆了的表情。而苏夭夭也靠在白莱昂的怀里，好奇地看着他们，漂亮的眼珠一直眨巴眨巴的。雌性，白莱昂上将带回来一个雌性，我的天啊，真的是雌性，他在看我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美的雌性。白莱昂眉头微蹙，就像是自己的珍宝被人窥探一般，又抱紧了苏夭夭几分，让他整个脸紧贴自己胸膛，而后一脚踹开医疗部大门。穿着白大褂的帕尼惊得2只兔耳朵冒了出来，在看到是白莱昂后，气鼓鼓地说道：“就算您是上将，也不能不敲门啊！”兔子天生胆小，他差点以为是虫族入侵呢。帕尼，快为小雌性做全身检查。雌性，帕尼的视线这才注意到白莱昂怀中的苏夭夭。苏夭夭也从白莱昂结实的胸肌上转过头，看向说话的人，粉色的头发，一对同色的桃花眼，尤其是那竖起的粉白色兔耳朵，一看就很好摸。它是兔子，那它不会还有一个小圆球尾巴吧？苏夭夭眼睛直发光，她小时候还想过养只小兔子来着。白莱昂抱着她，将她放入一个透明的医疗舱。苏夭夭有些不安，这些器械她从没见过。一直关注她的白莱昂立马就注意到了，安抚着她的情绪。夭夭别怕，只是检查一下身体健康。苏夭夭点点头。舱门关闭后，帕尼打开机器，开始检测她的身体情况。性别：雌性，物种：人类，骨龄：18岁，体质：弱。看到这，白莱昂眉头紧锁。这只小雌性果然体质很柔弱，以他们兽人的身体，苏夭夭腿上的伤几分钟就能自愈，他们的体质天差地别，以后绝不能让苏夭夭受伤，要保护好她。检测机器是以兽人标准来衡量的，哪怕是健身教练来了这评级都是弱。精神力检测中，白莱昂与帕尼紧盯着空中的虚拟屏幕，这是重中之重的检测，甚至关乎到帝国的未来。屏幕上的评级开始疯狂跳动 ，F、E、D、C、B、A， 看着还在不断上升的数值，白莱昂身体不自觉地前倾，胸膛剧烈起伏着，极其渴望地看着屏幕，等待重要的结果。帕尼也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双手早已不自觉地攥成拳头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他会不会是 S 级？帝国已经几万年没有出现过 S 级了。正这么想着，屏幕上的评级果真跳到了 S 级，只是下一秒，屏幕上出现红色感叹号，警报警报，机器出现故障，系统瘫痪。机械的电子音响起，一阵冒烟后，检测机器彻底不亮了。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？我哪知道啊！这还是这台机器第一次检测雌性精神力，可能是太久不用了。苏夭夭疑惑地看着外面，能看出白莱昂和帕尼的表情都不太好，但是他在医疗舱内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不会是他检测出来有什么大病吧？帕尼打开医疗舱，白莱昂上前重新将苏夭夭抱回怀里，而苏夭夭还在惊叹于她的男友力，一只手就能将她抱起。她稳稳地坐在精壮的手臂上，双手环住了白莱昂的脖子。莱昂，我能这么叫你吗？苏夭夭对白莱昂很有好感，
这是他来意时遇到的第一个好人，还救过他，本能的就想亲近他。白莱昂耳尖微微发红，小雌性抱起来软乎乎的，还会趴在他的耳边说话，声音很好听。可以，莱昂，我的身体是不是有些问题？我看你们表情都不太好。听着苏夭夭又叫了一遍自己名字，白莱昂心中激起千层浪，表面还是淡定的说道：不，夭夭很健康，只是体质有些柔弱，以后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讲，再小的不舒服也要说，知道了吗？白莱昂很害怕这一点，因为人类太脆弱了，古文明里记录着，小小的一个感冒就可能会死。苏夭夭乖乖点头，靠在了白莱昂的肩膀上。莱昂，我有些累了，想睡觉。好，我带你去休息。帕尼站在一旁，双手环胸，不开心的表情很明显。我又不是狗，凭什么喂我吃狗粮啊？帕尼，帮我通知瑞格，我需要开个紧急会议。知道了。帕尼正经起来，这是关乎着一名雌性，极其重要。正想用光脑联络瑞格，没想到高大的人影就走了进来。雌性呢？几缕不羁的黑发垂在额前，琥珀色的瞳孔透着凛冽的锋芒，让人望而生畏。黑巧克力的肤色，一身笔挺的军装，有一种野性的美感。嘘，他睡着了。白莱昂耳边传来平稳的呼吸声，刻意放轻了声音。瑞格微微眯眼，看着埋在白莱昂颈间的小家伙，完全看不到容貌，只有一个后脑勺。视线向下扫视，白莱昂有力的手臂托着小雌性的臀部，而下方是宽大的军服也遮不住的大长腿，细皮嫩肉的，仿佛随便一掐就能留下红印，而脚踝明显是受伤了，红色的伤口在他身上格外醒目。白莱昂不满瑞格的上下打量，抱着苏夭夭就走。10分钟后开紧急会议。瑞格鼻尖轻嗅，小雌性从自己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有一种很香甜的气息从灵魂深处诱惑着他，但也只是一瞬。白莱昂走后，瑞格立马逼问帕尼，小雌性的精神力等级是多少？帕尼抖了抖兔耳朵，食肉动物还真是可怕，你还真是直截了当，不过要让你失望了，精神力没测出来。瑞格闻言愣了片刻后，喉咙里溢出一声短促而又难以抑制的轻笑，这笑带着几分无奈与自嘲。他是 S 级黑豹兽人，只能匹配同级或等级比他高的雌性，可星耀帝国已经一位 S 级雌性都没有了，而 A 级雌性根本无法与他匹配，做不到安抚。他的狂暴值已经高达了 98%， 等完全升到 100%， 那他就会变成一头没有理智的猛兽，很可能反过来伤害跟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。那他宁愿在即将失控的时候提前了结自己。白莱昂将苏夭夭抱回了自己的房间，轻柔地将她放在床上。夭夭，只能委屈你先睡我的房间了。白莱昂修长的指尖撩起苏夭夭额前的碎发，为她理了理，轻轻一笑，明知道她睡着了，可就是想跟她说话。白莱昂从柜子里拿来医药箱，为苏夭夭处理伤口。帕尼本想为苏夭夭包扎的，可是白莱昂却拒接了，说会为她亲自处理。夭夭的脚踝只有他能碰。处理完伤口后，白莱昂为她盖好被子，轻声带上了门，去往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基地的重要议员都在，白莱昂严肃地坐在上位，而左右手边就坐着瑞格与帕尼。今早突然检测到基地附近有雌性出现，我们立马派出部队对丛林展开搜索，在丛林东区发现了一名人类雌性，不小的惊呼声响起。雌性可是极其稀少珍贵的，鉴于她的腿部有伤，要在我们基地休养一段时间，期间要按雌性保护法给予她最高的待遇。瑞格闻言冷笑一声，不过是没有精神力的小废物而已，有必要吗？瑞格，注意你的言辞。白莱昂抬眸，锋利的目光扫向瑞格，而后者无所谓的耸了耸肩。我难道说错了吗？没有精神力的雌性根本无法安抚雄性，不是废物是什么？白莱昂头疼的捏着眉心。瑞格，它是一个生命体，生命并不是用能力去衡量的，它可以有它自己的生活，去过自己想要的。根据星耀帝国定制的雌性法规，苏夭夭能在帝国享有不错的待遇，未来的生活也一定是幸福的。帕尼也认同的点头，没错，难道他有精神力，你就能去强迫他给你安抚吗？瑞格的瞳孔一下变成了树瞳，恶狠狠地盯着帕尼。如果他真有精神力，哪怕是强迫我也会做，只要能降低我1分的狂暴值。帕尼被盯得瑟瑟发抖，兔耳朵又冒了出来。瑞格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白莱昂愤怒地拍桌，身为帝国军人，保卫民众是职责，现在居然还想强迫雌性。瑞格也暴躁地拍桌，我是 S 级，你是 SS 级，你应该知道 S 级的雄性匹配有多难，而我的狂暴值已经高达 98%。瑞格说完，面上是浓浓的不甘，他不甘心就此走上绝路。苏夭夭的出现，他还以为是兽神慈悲，在他即将失控暴走时来的救星，可没想到却是一丝精神力都没有的小废物。而其他人又是一阵不小的惊呼。瑞格副将的狂暴值已经接近临界点，这样下去，他们不仅要面对虫族的侵扰，还要处理随时会狂暴的瑞格。他可是 S 级黑豹兽体啊，不敢想象狂暴后会多可怕。瑞格狠狠瞪着发出声音的几名议员，不屑地冷哼一声，起身走出了会议室。对他来说，已经没有继续听下去的必要了。安稳又温暖的怀抱消失，苏夭夭身处意识的不安感袭来，导致他并没有睡多久就醒了过来。苏夭夭朦胧地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陌生的房间，但却充斥着熟悉的气息，是白莱昂身上的味道。这里是他的房间吗？只是房间里空荡荡的，看来白莱昂并不在这。咕噜噜，安静的房间回荡着苏夭夭肚子的叫声，他揉了揉肚子，好饿呀。苏夭夭掀开被子，准备出去找点吃的，却发现受伤的地方都已经包扎处理过了。是白莱昂为他包扎的吗？苏夭夭脸颊微红，白莱昂上将真的好温柔啊。
苏夭夭用好的那条腿下地，扶着墙，小心翼翼地朝着门口靠近，却也有些吃力。此时肚子的咕噜声又再次响起，催促着她前进。苏夭夭在心里为自己加油打气，一定可以的。住宿楼走廊，黑色的军靴重重踩在走廊的大理石上，踢踏作响，预示着主人心情极差。瑞格阴沉着脸，破口大骂：一帮 low 货，一帮装货，虫族来了还不是靠老子上前线打仗？我为帝国付出了那么多，居然敢用那种眼神看我，就像是已经将他判定为狂化的野兽，看敌人怪物的眼神，在算计着如何将他抹杀。一声磁性的惊呼打断了他的思绪，瑞格转身的瞬间就被苏夭夭扑倒在地。苏夭夭紧闭着眼睛，他刚开门，却重心不稳地摔倒了。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，地面还有些柔软。喂，摸够了没有？瑞格不爽地紧皱眉头，低头看着趴在他胸前的小雌性，胆子还挺大。陌生男人的声音，苏夭夭惊的瞬间睁开眼，看清了眼前的景象，结实而发达的胸肌将衬衣高高撑起，纽扣们紧紧地拽着布料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不堪重负地崩开。男妈妈，苏夭夭轻声呢喃着，抬头视线上移，入眼是一张极具野性、张扬美感的五官，还是个黑皮。瑞格看着小雌性小心翼翼地抬头，湿漉漉的眼睛带着好奇的打量，就像是一只懵懂的小鹿，单纯可爱。瑞格眯起琥珀色的瞳孔，白莱昂带回来的小雌性确实有几分姿色，可惜是个没有精神力的小废物，锋利的剑眉一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苏夭夭下意识摇头否认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慌张地咬着下唇，目光闪躲。黑皮帅哥看起来凶凶的，让他本能的有些害怕，这一点瑞格也看出来了。害怕他的人多了去了，他并不在乎，不屑冷哼了一声，快点从我身上起来。好，我这就。苏夭夭坐起身，着急忙慌的想站起，却忘了受伤的腿不能受力，一阵刺痛传来，又狠狠地坐回了瑞格身上。瑞格瞬间瞳孔放大，发出了不小的闷哼声。苏夭夭一惊，一定是自己坐疼了瑞格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办法站立。苏夭夭只能换一种方式，想侧着身子一点点下来。酥麻的感觉传来，瑞格手臂上的青筋暴起，他都怀疑小雌性是不是故意的。宽大又粗糙的手掌抓住了苏夭夭的大腿，控制了他的移动。别乱动！瑞格的声音都暗哑了几分，又瞬间抱着他调转了位置，压在小雌性的身上，重重的喘着粗气，有一种本能的欲望在疯狂咆哮，却又在理智之间来回拉扯。瑞格，你冷静些，不过是一个没有精神力的小废物而已，你难道还真想强迫他不成？他之前明明对帝国给他安排的以及雌性都毫无感觉，怎么会对一个没有精神力的小雌性失控？一定是太久没有泄欲才会这样。琥珀色的瞳孔就像是在看猎物一直盯着苏夭夭，压迫感十足，让他透不过气。苏夭夭怯生生地说道：是不是我弄疼你了？抱歉，我忘了我脚上有伤。瑞格戏谑一笑，小雌性还真是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的危险处境，关心起他来了。弄疼我？你对自己还真是有自信。他可是 S 级黑豹兽人，第一军事基地的副将，斩杀无数虫族，一个抱起来软得像棉花糖的小雌性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弄疼他？他把他弄疼还差不多，这么柔弱，恐怕折腾不住几下，况且还有伤。瑞格定下心神后，松开了禁锢，缓缓站起身，看了眼打开的房间，居然是白莱昂的。白莱昂让你住他的房间，自己都没听出来，语气有些不对劲。苏夭夭乖乖地坐在地上，听到白莱昂的名字，眼睛一亮。你知道莱昂在哪吗？可以带我去找他吗？莱昂。瑞格刺耳地听着如此亲昵的称呼，不爽地顶了顶后槽牙。原来有些人明面上说的漂亮，背地里金屋藏娇，把小雌性占为己有。他在开会，会议内容是有关于你的。我。苏夭夭歪着头，有些不解。瑞格嘴角一勾，带着几分恶趣味，在苏夭夭面前蹲下，抬起手，用虎口擒住了她的下颚，迫使她抬头对视着自己。星耀帝国雌性连总人口10%的比例都达不到，导致帝国子嗣严重减少，再这样下去灭国都有可能。而你虽说是没有精神力的小废物，但却是一个具有完整生育能力的雌性，突然从天而降，你觉得帝国会放弃这个机会吗？白莱昂正在讨论把你和其他雄性匹配在一起。苏夭夭瞳孔紧缩，那3只雄性野猪强迫她的行为又在脑海里回放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不要！瑞格不知道苏夭夭之前的经历，看她被吓得浑身发抖，面色惨白，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颗颗的往下砸，滚烫的落在她的手上，烫得她松开了她的下颚，瞬间心里就不是滋味，一点都没有了逗她的乐趣。小雌性，你别哭啊，我逗你的，是我说错话了。瑞格抬手用指腹抹去苏夭夭的眼泪，可小雌性就是不停的哭，怎么都哄不好，这可怎么办？玩笑太大了。瑞格一时之间束手无策，简直比上前线打仗还难。他根本就不会哄小雌性，学的那些伺候雌性的礼仪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苏夭夭哭得伤心，真的会把她送给其他雄性，当做生育工具吗？无数的恐惧吞噬着自己，让她觉得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特别孤单，无依无靠。就在这时，怀里一暖，紧接着湿漉漉的舌头在舔舐着她的脸颊。苏夭夭疑惑地睁开眼，就看见她的怀中有一只幼体的小黑豹，圆溜溜的琥珀色瞳孔，皮毛宛如黑色绸缎，带着光泽度。同样震惊的还有瑞格，他的精神体在没有自己的允许下，突然从精神世界钻了出来，雀跃地扑进苏夭夭怀里。小黑豹亲昵地用头蹭着他的脸颊，向他示好，表现出来的样子竟是十分喜欢这只小雌性。苏夭夭伸手摸着小黑豹，它的毛比较短硬，但顺着毛抚摸，又能感觉到一种顺滑感。瑞格眯着眼睛，强忍下精神体传来的共感带来的愉悦感。
舒服到每个毛孔，他能感觉到苏夭夭柔软的小手在他身上抚摸的触感。再这样下去，瑞格试着召回精神体，可小黑豹怎么都不肯回去，又不要脸的舔了舔苏夭夭的脸颊，这让瑞格根本没眼看。舌尖的倒刺让苏夭夭觉得痒痒的，笑出了声，眼泪也成功止住了，这倒是让瑞格松了口气。小雌性总算是不哭了。苏夭夭把小黑豹抱起，就靠在自己的胸口处，柔软的触感传来，让瑞格脸颊微红。好在他的巧克力肤色，脸红的不是很明显。这只小黑豹是你养的宠物吗？可能是刚哭过。小雌性的声音越显得娇了。瑞格手掌托着脸颊，看向了别处。你怎么知道它是我的宠？感觉你们长得还挺像的，不过小黑豹比瑞格可爱得多。苏夭夭低头在小黑豹头顶亲了一口，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，这让瑞格浑身一僵。这只小雌性还真是大胆，而精神体却越发兴奋，在苏夭夭怀中往上窜，竟直接在她娇嫩的唇瓣上落下一吻。苏夭夭一脸笑呵呵的样子，很是享用，而瑞格已经连呼吸都开始了不稳，站起身，一把拎住小黑豹的后颈，将它从苏夭夭怀中提起。嗷呜！小黑豹挣扎着，一点都不想离开苏夭夭柔软的怀抱，真是够了。瑞格咬牙切齿，红着脸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。等下，苏夭夭突然抓住了瑞格的裤腿，瑞格蹙着眉，逆视着苏夭夭，看着很不耐烦的样子，这让苏夭夭小手一抖，松开了瑞格的裤腿，咬了咬下唇，有些害怕地问道：“那个，你有食物吗？我有些肚子饿了。”咕噜噜，肚子的叫声很应景地响起。瑞格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就当作是惹哭他的赔偿吧，一手松开了小黑豹幼崽，转过身蹲下，将苏夭夭抱起。苏夭夭惊呼了一声，没想过瑞格会抱她，本能的有些害怕，身体都变得有些僵硬。这么近距离接触，瑞格自然也察觉到了。不是要吃东西，就你这腿能自己走吗？苏夭夭红了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谢谢，麻烦你了。那个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瑞格一声轻笑，想知道别人名字前，不应该自己先自报家门吗？我叫苏夭夭，瑞格。走廊的尽头就是瑞格的房间。进房间后，瑞格将他安稳地放在沙发上，而小黑豹一跃，又扑进了他怀里。瑞格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转身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营养液，递给了苏夭夭：“喝吧。”苏夭夭接过，疑惑地看着玻璃瓶中的浅蓝色液体，这是什么？营养液，能快速地补充身体所需能量和各类营养，饱腹感很强。苏夭夭打开瓶盖，喝了一小口，好看的眉毛瞬间皱起，成了苦瓜脸，嘴里的营养液难喝到难以下咽的程度，可是又没地方吐，挣扎了好久，眼睛一闭，心一横，才咽了下去。瑞格看着他的小表情十分有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准备去赴死了。嗨嗨，这也太难喝了吧！苏夭夭盖上瓶盖，将营养液放到一旁，不打算再碰了。瑞格见状，又从冰箱里拿出了其他颜色的营养液，这些是新研发出来的水果味营养液，据说味道不错，他放着一直没喝，今天倒是派上用场了。苏夭夭将信将疑地挑了一瓶粉色的液剂，浅尝了一下，发现是草莓口味的，就跟草莓果汁一样的味道，比之前那瓶好喝了不少，又连喝了几口。看着苏夭夭喜欢的样子，瑞格微微一笑，记下了他喜欢的口味。一瓶喝完，苏夭夭舔了舔嘴唇，确实有饱腹感呢，就是味蕾不满足。对于食物，营养液哪里比得上热乎乎、香喷喷的饭菜呢？怎么了？一直观察着小雌性，瑞格察觉到他似乎有些失落。你们这有食材吗？苏夭夭好奇地问道。还是说，星际世界已经淘汰掉绿植蔬菜了呢？瑞格眉毛一挑，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有，不过基地里注重高效率，没人愿意浪费时间在烹饪上。我们都是用营养液作为补充剂，十分便捷。但你享有最高的待遇，你想吃什么？明天我让人给你安排热的食物。苏夭夭闻言，竟觉得有些受宠若惊，什么都可以，我不挑食的。瑞格戏谑一笑，不挑食，我看就很挑啊。瑞格的目光看了眼被遗忘在角落，仅喝过一口的普通营养液，打趣道。苏夭夭有些尴尬地挠了挠脸颊，这个我喝不习惯，我以前生活的环境都是吃熟的食物的。知道了，我来安排，就当是服从上将的命令吧。给予小雌性最高的待遇。瑞格拿过苏夭夭喝过的那瓶营养液，大概是已经喝习惯了，他并不觉得有多难以下咽，很快就喝完了。苏夭夭脸颊微红，瑞格，这是我喝过的，他们这样算不算间接性接吻？瑞格拿着空瓶子微微出神，味道跟从前一样是没错，可是喝完却莫名有种舒心之感，很微弱，错觉吗？直到苏夭夭出声，他才回过神。军中资源有限，你不喝，我不喝，丢掉吗？苏夭夭一时之间有些窘迫之色，丢掉确实太浪费了。小黑豹突然向瑞格龇牙，嗷呜，仿佛在说你态度好点。瑞格失笑一声，要不是看在他是自己的精神体，真想暴打一顿。见色忘义的家伙，他才是他主人好吗？苏夭夭一惊，小家伙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暴躁了？抱抱乖哦。白皙的手掌又一遍遍的给小黑豹顺毛，他瞬间眯起眼睛，十分享受，乖乖坐在苏夭夭怀里。瑞格手握成拳，真是的，还要让他忍耐多久？内心却又十分贪婪这份愉悦感。苏夭夭尽情地摸着小黑豹，从头沿着脊柱一直摸到尾巴尖尖。瑞格被摸得猝不及防，尾椎骨传来战栗，浑身一抖，腿软的差点就跪下了，死死咬着唇，才没发出声音。而那边苏夭夭还不打算停手，好奇地朝小黑豹腹下摸去。他是男孩女孩？瑞格迅速出手，抓住了苏夭夭的魔爪。男的声音十分低哑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苏夭夭抬眸看着眼前的黑皮帅哥，怎么这么喘？你看起来不太好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瑞格红了脸，句句爆炸算吗？我身体很正常，别乱摸他，小心他咬人。苏夭夭这才缩回了手，乖乖的点了点头。小黑豹瞬间就不满了，他才不会咬夭夭呢，
这是诽谤！急得他用小肉垫在苏夭夭怀里乱扑腾，做着采奶动作，可怜巴巴地望着苏夭夭。苏夭夭的心瞬间被萌化了，抱起小黑豹一顿乱亲，蹭着他的脸颊。我们抱抱那么可爱，怎么会伤害我呢？真乖木马。小黑豹也发出奶叫声，应和着，十分喜欢和苏夭夭的亲密互动，甚至翻肚皮撒娇，让苏夭夭摸摸。然而没得逞，就被瑞格一把提起。你别得寸进尺！一人一兽大眼瞪小眼。小黑豹很不满地冲着他嗷嗷直叫，瑞格直接把他丢出老远，动作粗暴到没边。苏夭夭一声惊呼：“你这样他会受伤的。”瑞格有些不耐烦，别被他装可怜的模样蒙蔽。他几斤几两我心里清楚 ，S 级的精神体还没弱到这种程度。不由分说地抱起苏夭夭，我送你回去。恐怕只要苏夭夭在，他的精神体就不肯回精神世界里去。再这样下去，还真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。瑞格单手抱着苏夭夭，另一只手开门，害怕掉下去的苏夭夭只能往他身上靠了靠。瑞格瞳孔一眯，又是这种从灵魂深处蛊惑他的香甜气息，只是很淡，要靠近苏夭夭才能闻到。是小雌性的体香吗？小黑豹还没来得及跟出来，房门就被瑞格关上了。苏夭夭有点可惜地望着门，他还没跟小黑豹说拜拜呢，下次再找他玩吧。瑞格迈着稳健的步伐，大步朝前走去。小雌性特别轻，几乎没什么重量，身体还特别娇软，乖乖地靠在他身上。瑞格头一次觉得抱一个人还挺舒服的，在白莱昂房间门口停下，正要开门，门就从里面打开了。白莱昂开会回来，却发现苏夭夭不见了，急得他立马出来寻找。就在这时，却在门口遇见了瑞格，而夭夭就挂在他身上。白莱昂微微蹙眉，夭夭怎么会在瑞格怀中？他们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？来啊！苏夭夭一见到白莱昂就笑容满面，向他伸出双臂，要白莱昂抱抱。白莱昂顺势接过，软软的小雌性又回到了自己身边，这才让他松了口气。可瑞格望着自己空空的怀抱，有些不爽。属于小雌性香甜的气质，柔软的触感都消失了。这时，苏夭夭甜甜地朝瑞格笑了笑：“瑞格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”小雌性美丽的笑容让瑞格心头一颤，耳朵都红了。不客气。夭夭，你怎么会和瑞格在一起？白莱昂打探道。开会的时候，瑞格对小雌性很有敌意，可别做了什么欺负夭夭的事情。是我肚子饿了，瑞格请我去他房间品尝了水果味的营养液。苏夭夭如实回答。瑞格双手环胸，内心鄙夷，瞪了眼白莱昂：“你金屋藏娇我都没说，不过是跟我回了趟房间，吃了点东西，就防贼似的看着我。”白莱昂闻言这才惊觉，他忘了给小雌性准备食物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苏夭夭摇了摇头：“不，莱昂很好，我脚上的伤是你为我包扎的吧？”白莱昂点头。苏夭夭一笑凑近，在白莱昂脸颊上亲了一口。谢谢莱昂。白莱昂脸颊立马就红了，心乱如麻。瑞格见状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不断的告诫自己，不过是个小废物而已，可为什么自己那么在意？都怪小雌性，明明都亲了他的精神体了，还要去亲别人。白莱昂定了定神，想着夭夭也该休息了，于是对瑞格说道：“那就多谢瑞格副将了，夜深了早些睡吧。”说罢就要回屋关门，却被瑞格大手挡住门边。瑞格嘴角微勾，带着几分危险意味，视线一直在苏夭夭与白莱昂身上扫视。你说要给小雌性最高的待遇，不会是委屈他，让他跟你挤一张床吧？一想到这个可能性，心情就更差了。苏夭夭神情一怔：“是啊，这是白莱昂的房间，他占了他的床，那他睡哪？”白莱昂正色道：“明天我会给夭夭安排一间全新的房间，今天太急，来不及采购物品，只能将就夭夭先睡我的房间，而我今夜会睡其他空房。”言下之意，你所想的并不会发生，最好是。瑞格听到满意的回答，这才松开了手，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。白莱昂抱着苏夭夭关上门后，将她轻柔地放在床上：“我等你睡着后再走。”苏夭夭却有些不好意思，她这属于鸠占鹊巢，要不我去睡空房吧？白莱昂一笑：“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你愿意用我的房间，是我的荣幸。睡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我都可以帮你。”望着白莱昂真挚的眼神，苏夭夭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想洗个澡。”白莱昂脸颊泛红，夭夭要用他的浴室洗澡，心跳都莫名快了一拍。想了片刻后，白莱昂找来一根布条，蒙在了眼睛上。苏夭夭看着五官精致的男人，脸上蒙了一条白色布条，又纯又欲是怎么回事？正垂涎白莱昂的颜值时，男人伸出双手，准确无误地将苏夭夭拦腰抱起。苏夭夭惊呼一声，下意识地搂住白莱昂的脖子。你干嘛？白莱昂稳稳地抱着他，抬脚迈向浴室，嘴里还轻声念叨着：“你脚上有伤，万一再摔着了，你一个人洗澡我不放心。”他的声音低沉又温和，带着几分让人安心的笃定。可这话钻进苏夭夭耳朵里，却叫他的心愈发慌乱。等等，白莱昂是什么意思？要跟他一起洗？苏夭夭一张小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可这也太尴尬了。苏夭夭嗫嚅着，声音小得如同蚊子哼哼，脑袋也不自觉地往白莱昂怀里缩了缩。别动，小心摔着。白莱昂察觉到他的小动作，手臂稍稍用力，将他抱得更紧了些，语气里满是紧张。那你还蒙着眼睛走路？苏夭夭娇嗔道。白莱昂轻轻一笑，放心，我房间的地形，每一件物品的摆放，我都很熟悉，而且蒙眼训练在基地里很常见。很快，两人来到浴室门口，白莱昂腾出一只手，轻轻推开浴室门，暖黄色的灯光瞬间倾泻而出，启动沐浴程序，水温38度，薰衣草舒缓模式，瞬间原本幽密的浴室被淡蓝色的柔和光线填满。这光线并非普通灯光，而是模拟深海蓝光，能促进身体放松。浴室墙壁上的智能面板闪烁，传来轻柔的电子音，指令确认，正在准备沐浴。只见浴缸开始缓缓注水，水并非普通水源，而是经过特殊净化与分子重组的内米水，富含多种矿物质与微量元素，能通过皮肤渗透，为身体补充能量。
很适合他们训练一天后泡个澡，缓解疲劳，迅速充能。苏夭夭好奇地看着这一切，白莱昂解释道：“基地里的居住舱虽空间紧凑，却配备了最先进的智能洗浴系统。”苏夭夭点点头：“我以后的房间也会有吗？不用自己调水温，还有多种模式，这也太好了。”白莱昂宠溺一笑：“会有，你所用的物品都必须是最好、最先进的。”苏夭夭心口流淌着暖流，白莱昂这男人真不错，很会宠爱。水放好了，我抱你过去。白莱昂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将苏夭夭从思绪里拉了回来。苏夭夭咬着下唇，红着脸，低声说道：“莱昂，我自己能行。”白莱昂却摇了摇头，语气温柔又坚定：“不行，我得在你身边，不然我不踏实。”浴缸是嵌入式的，苏夭夭被白莱昂抱到浴缸旁，慢慢放到台面上。苏夭夭羞得低下头，不敢看白莱昂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虽然白莱昂蒙着眼看不见，可是他还是有羞耻心的好不好？心也砰砰砰的一直跳。白莱昂微微一怔，旋即点了点头，声音略带沙哑地说：“好，有事就喊我就在门外。”说罢，他轻轻带上浴室门，动作里满是小心翼翼。苏夭夭听着门外传来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这才慢慢褪去衣物，望着那冒着腾腾热气的浴缸，心里头又是羞涩又是感动，缓缓滑进浴缸。温热的内米水包裹着他的身体，泛起一圈圈细密的银色涟漪。随着他的动作，水中的内米粒子如同有生命一般，自动聚集在他疲惫的肌肉部位，轻柔地按摩着。苏夭夭闭上眼睛享受，这也太舒服了。而在浴室门外，白莱昂靠在墙边，很是担忧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煎熬，生怕夭夭不小心摔着。回想起初见苏夭夭受伤的模样，他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便下定决心，往后定要护她周全，绝不让她再受一丝一毫的伤害。因为知道白莱昂一直在等他，苏夭夭也不好意思泡太久。正打算起身的时候，才发现浴巾离他太远了，他根本够不到，无奈只能求助白莱昂。甜甜糯糯的声音响起：“莱昂，可以进来帮我拿一下浴巾吗？”门外听到呼唤的白莱昂心间一颤，好声音又低哑了几分。宽大的手掌轻轻推开浴室门的门，白莱昂走了进来，拿起架子上的浴巾，走到了浴缸边，放在了台面上。全程苏夭夭都害羞地缩进水里，只露出一颗脑袋，看着白莱昂靠近，心脏就跳得特别快。绅士的男人做完这些后，背过了身，你擦干后，我抱你出去。好。身后传来哗啦的水声，苏夭夭扶着沿边缓缓站起身，裹上了浴巾，看着白莱昂宽阔的后背，有些调皮地扑了上去，双腿盘上了男人的腰肢。你背我回去吧。白莱昂一惊，又迅速抬手托住了苏夭夭的臀部，宠溺一笑，好，稳着步子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床边走去，只是柔软的身体紧贴着自己的背部。白莱昂呼吸都沉了几分，苏夭夭靠在他身上，看见白莱昂的耳朵突然就红了，熟透了一样，抬手摸了摸，凉意的小指从耳廓一直摸到耳垂，白莱昂瞬间呼吸一紧，喉咙上下滚动着。莱昂，你耳朵怎么红了？我有些热。白莱昂的声音沙哑，喘着粗气。苏夭夭没多想，隔着浴巾，她确实能感觉到男人的体温有些烫。白莱昂将苏夭夭轻柔地放在床上，而后从衣柜里拿出了新衣服。基地里没有女装，先委屈你穿我的衣服，不过这套是全新的，我没穿过。苏夭夭甜甜一笑，穿过我也不介意，又不是没穿过。苏夭夭拿起白莱昂手中的衬衣穿在了身上，都能当裙子了，袖子也是卷了好几圈，才到了合适的长度，不过质感很舒服。苏夭夭穿完衣服，看着白莱昂眼上还蒙着布条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过来。白莱昂不是很明白苏夭夭要做什么，但还是服从小雌性的命令，向前走了几步。他知道苏夭夭就坐在床边，又在安全距离下停下。苏夭夭嘟了嘟唇，有些不满，再过来些。白莱昂背在身后的手握紧了些，小雌性娇软的声音就像是在魅惑他一般，让他心乱如麻。白莱昂抬步缓缓地朝苏夭夭靠近，每走一步都显得有些小心翼翼，却又带着一丝期待。当白莱昂终于走到床边时，苏夭夭伸出手拉住了他胸口的衣服，稍稍用力，让他弯下腰来。白莱昂顺从地低下头，他能感觉到夭夭的呼吸近在咫尺，温热的气息扑在他的脸上，让他的心跳不禁加速。苏夭夭的手指轻轻触碰到布条，缓缓地解开了它。布条摘下的瞬间，白莱昂的视线从黑暗中一下明亮起来，他的目光落在苏夭夭的脸上，那笑容如同春日里最绚烂的花朵，美得让他瞬间看呆了。苏夭夭的眼睛明亮有神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一丝俏皮和温柔，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凝聚在这一刻。她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在肩膀上，几缕发丝调皮地贴在脸颊上，更增添了几分妩媚。白莱昂的目光从苏夭夭的眼睛移到她的嘴唇，那粉嫩的嘴唇微微张开，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温柔和爱意，不敢想象尝起来会有多甜美。白莱昂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手，努力克制着自己内心的冲动。他多想此刻就亲吻苏夭夭，将她紧紧拥入怀中，但他又害怕自己的冲动会吓到她。娇贵的雌性应该被小心呵护。苏夭夭似乎察觉到了白莱昂的异样，小手拽了拽白莱昂的衣摆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啊？”白莱昂看着夭夭近在咫尺的脸庞，喉咙有些发紧，他连忙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只是你格外好看。”苏夭夭听了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。是吗？那你可真会说话。白莱昂努力地克制着，只是微笑着看着苏夭夭，眼中满是深情。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。房间里弥漫着一种甜蜜而又暧昧的气息，两人的心也在这不经意间的互动中越靠越近。白莱昂的呼吸开始不稳，心中的情感愈发难以抑制，终于忍不住轻轻地抬起手抚摸着夭夭的脸颊，他的手指微微颤抖，
仿佛在触碰一件稀世珍宝。苏夭夭的脸微微泛红，害羞地垂下眼眸，不敢看白莱昂。宽大的手在她脸颊上抚摸着，苏夭夭心中又紧张又兴奋。这一刻，他们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，那是一种心动的感觉，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好。白莱昂慢慢地低下头，他的嘴唇离苏夭夭的嘴唇越来越近，他能感觉到苏夭夭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就在他的嘴唇即将触碰到苏夭夭的嘴唇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不行，不可以这么做。苏夭夭并没有选择他当受夫，他怎么可以因为一时冲动玷污小雌性的清白？真这么做跟瑞格有什么区别？单指会议上瑞格冲动时说的话。他看着苏夭夭，眼中充满了爱意和克制，缓缓直起身子，拉开了暧昧的距离，轻轻地说：“有些晚了，夭夭该睡了。”苏夭夭红着脸，转身迅速爬进了被窝里，心跳还没缓下来。刚刚白莱昂是想吻她吗？白莱昂轻轻在床边坐下，苏夭夭能感觉到床塌陷了一下。我等你睡着了再走。有白莱昂在，莫名的就很有安全感，能让他安然入睡。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莱昂会把我送给其他雄性吗？一想到这个，苏夭夭就想哭。为什么会这样想？白莱昂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拉回了苏夭夭的思绪。苏夭夭一惊，她不小心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。是瑞格说你在开会讨论，要把我跟其他雄性匹配，为帝国增加人口。说着说着，苏夭夭眼角挂上了小珍珠，十分委屈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就偷偷逃走，再也不要见白莱昂了。白莱昂闻言，头疼的叹了口气。瑞格那小子在瞎说些什么？星际上的所有雌性都受雌性保护法保护，违背雌性的意愿，强迫他与雄性匹配，这是违法的。而且我们兽人的基因，雌性拥有很强的生育能力，一胎能生好多个，寿命平均能活到800到1000岁左右，并不存在人口缺少的问题。苏夭夭眨了眨眼，所以瑞格故意吓我的。白莱昂笑了笑，抬手揉了揉苏夭夭的脑袋，小雌性呆萌呆萌的，他就是爱欺负人，但实际人不坏。苏夭夭嘟了嘟唇，有些生气，小拳头捶了一下被子，害他哭了那么久。不过也请他喝了营养液填饱肚子，还让他跟抱抱玩，也就没那么生气了。白莱昂握住了苏夭夭的手，抚平了他的小拳头，在手背上虔诚地落下一吻。我白莱昂，第一军事基地上将，将会永远忠诚于苏夭夭，守护她一辈子。苏夭夭小脸一红，怎么突然这么认真？白莱昂继续说道，所以希望夭夭在挑选受夫的时候，可以考虑我。说完，俊俏的脸上也泛起了红，目光却十分坚定。苏夭夭闻言有些懵了，挑选受夫？白莱昂解释道，雌性因数量稀缺，成为繁衍关键，拥有极高地位，所以可以同时跟多名雄性匹配，组建家庭。但雄性一生只能追随一位妻主，而苏夭夭就是他认定的妻主。不管有没有精神力，他从第一次见到苏夭夭的那一刻，整颗心就被牵动了。兽人遵从天性，喜欢就是喜欢。苏夭夭听完才想起，星际兽氏文好像都是女尊男卑，一妻多夫制。哇，这个世界的含金量，那他岂不是可以收获很多帅哥？苏夭夭开始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了。莱昂，你再多跟我讲讲你们星球的故事吧。好，白莱昂一笑，说明苏夭夭开始接受这个世界了。数亿年前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星际浩劫突如其来，巨大的陨石与携带着恐怖的辐射与未知的病毒席卷而下。在这场灾难中，雌性兽人因抵抗力较弱，大批的倒下，几近灭绝；而雄性体质虽强，但变得极易暴走，一旦进入狂暴状态，会完全失去理智，攻击周围一切生物，自身也会因承受不住强大能量而遭受严重损伤。在这危机时刻，雌性逐渐觉醒强大精神力，它们能够释放出温和的精神波动，进入雄性的精神世界，安抚雄性的精神体，平复它们紊乱的神经，化解狂暴情绪。小雌性已经没了声。白莱昂垂眸看着不知何时睡着的苏夭夭，温柔地笑了笑，为她盖好被子。正要走出去的时候，他的光脑手环突然跳出虚拟的电子屏幕，是视频通话，且是星耀帝国最高权限，不用等任何人等待接听，也没有人有拒绝的权利。是陛下，帝国陛下安坐在那象征着无上权力的皇座之上，他一袭华丽至极的宫廷服饰，精致的刺绣，闪耀的宝石与繁复的装饰相得益彰，彰显着他尊贵无比的身份。银色长发轻轻垂落在宽阔的肩头，那双暗红色的眼眸如红宝石般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光芒。此刻，他一只手臂随意地撑在皇座上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托着脸颊，略显慵懒地斜倚在那里。然而，尽管他看似漫不经心，但那居高临下的眼神却充满了威严与霸气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白莱昂单膝跪地，低头将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口心脏位置，这代表着忠诚与奉献。陛下，奥古斯汀眼神越过白莱昂，看向了床上的苏夭夭，指尖一动，虚拟的屏幕上放大了苏夭夭的画面。她侧卧在柔软的床上，像一只慵懒蜷缩的小奶猫，粉嫩的脸颊被压出一个浅浅的印子，嘴唇微微嘟起，好似一颗饱满的樱桃，让人不禁遐想，若轻触上去，是否会有甜蜜的滋味？奥古斯汀微微眯起眼睛，这么美貌的雌性，全星际都很少见。我收到了你的密报，她就是你发现的人类雌性。是的，陛下，且已下令封锁消息，有关她的一切都不会外传。你的密报显示，她的精神力为0，准确的说，是测试精神力的机器突发故障，没测出来。奥古斯汀眉头微蹙，尽快带她来皇城注册身份信息，重新测试精神力等级。这对雌性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检测，容不得一点差池。且录入雌性信息后，雌性就受星际雌性保护法保护，哪怕是没有精神力，星耀帝国也有义务保护每一位雌性，给予至高的待遇。只是她受了些伤，人类小雌性十分脆弱，且没有兽人的自愈能力，恐怕需要在基地休养几日，暂时没办法动身。白莱昂十分担心小雌性脆弱的身体
要是受不住奔波，伤势更严重了怎么办？奥古斯汀修长的指尖敲打着皇座的扶手。白莱昂说的不无道理，虽然想早些见到人类小雌性，但不能太急。这件事你全权负责。说罢挂断了电话，属于陛下的威压感消失了。白莱昂松了口气，其实他也有私心，不想和苏夭夭那么快分开。护送苏夭夭去皇城后，他终将还是要回基地的。苏夭夭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还想赖床的时候，敲门声响起了。苏夭夭理了理睡得有些凌乱的头发，是白莱昂吗？进来。瑞格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，一手中还端着一个陶瓷碗。怎么是你？苏夭夭脱口而出，又迅速捂住嘴巴。这么说好像有些不礼貌。瑞格眉毛一挑，用力关上了房门。不是白莱昂，你很失望。苏夭夭尴尬地笑了笑，直觉告诉他不要惹瑞格生气。没有，我是惊喜。瑞格副将居然会亲自过来找我。瑞格勾唇一笑，这话倒是很中听。我一向言而有信，昨天说了要负责你的饮食。一碗热腾腾的粥端到了苏夭夭面前。苏夭夭鼻尖一嗅，竟然融合着海洋气息和花香的奇特味道，好特别啊！瑞格脸上有些得意，他特意请来了烹饪大师，用的食材也是一等一的好，那是自然。这是经过基因优化的谷物，加入生长在海底、极难采摘的新枣，熬制2个小时的粥，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。想不想尝尝？瑞格诱惑道。苏夭夭眼睛放光，他还没尝过外星植物呢，肚子也确实饿了。想。瑞格露出了坏笑，小雌性果然很单纯。吃吧。苏夭夭接过粥，拿起勺子舀了一勺，刚到嘴边又停了下来。瑞格疑惑道：怎么了？苏夭夭有些尴尬。我还没刷牙。瑞格眉毛一挑，还是只特别要干净的小雌性，不过这样也好。等下。瑞格一笑，夺过粥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弯下腰把苏夭夭从被窝里捞了出来，扛在了肩上，手臂托着她的臀部。苏夭夭一声惊呼，感受着男人结实的臂膀，还有体温，紧隔着一层衬衣布料传来，贴得太近，苏夭夭的整个脸都红了。她可没穿内衣内裤啊，不是不想，而是没有。瑞格也感觉到今天小雌性贴着她的身体更加柔软，抱着她去了卫生间，将她放在了洗手台上。洗漱的工具倒是白莱昂提前准备了，只是先进的他完全不会用，而且他发现他昨天换下的脏衣服，包括内衣内裤已经全都不见了。是白莱昂拿去洗了吗？想到他的贴身衣物被一个男人拿走，苏夭夭的小脸就莫名发烫，怎么突然脸这么红？苏夭夭回过神来，瑞格整张脸就凑在眼前，野性精致的容貌格外的有着性张力，低垂的发丝甚至清扫过他的眼眸。瑞格一手撑在镜面上，一手放在他大腿旁的洗手台上，将他固定在他的领地范围内，炙热的呼吸喷洒在苏夭夭的脸上，让他心跳瞬间加速。白莱昂是非常有分寸、绅士的男人，但瑞格带给他的感觉截然不同，是有攻击性、侵略性的。不会是在想白莱昂吧？瑞格邪笑着，琥珀色的瞳孔透着几分寒气。苏夭夭说不出话来，他刚刚是想到了白莱昂没错。瑞格瞳孔微眯，收了笑容，看来是被自己猜对了。暴躁的情绪涌了上来，瑞格瞬间低头，张嘴咬上了苏夭夭白皙的脖颈。瑞格，你属狗的吗？苏夭夭的脖间传来痛楚，但瑞格并没有松口的意思，反而咬地更用力了。疼！苏夭夭眼角带着泪珠，推着瑞格的胸膛，却怎么都推不动他，甚至扯掉了瑞格胸口的纽扣，他也无动于衷，直到咬痕处冒出了小血珠，瑞格才松了口，随即滚烫的舌尖一舔，将血珠卷入腹中，瞬间身体乃至精神世界都传来共振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冲荡整个灵魂。瑞格面色潮红，喘着粗气，炙热的呼吸全都喷洒在苏夭夭白皙的脖颈处，又烫又痒。他昨晚想了一夜，为什么苏夭夭能从灵魂深处吸引着他？他的精神体很亢奋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甚至苏夭夭喝过的营养液会有一丝微弱的安抚力。瑞格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如果说苏夭夭是有精神力的呢？精神力安抚分为3种：肢体接触和链接精神世界，这都需要雌性主动释放精神力；而还有一种精液交融，这种最原始、直接的方法，并不需要雌性刻意释放精神力，不会太过疲惫，且双方都能得到极大的满足，是雌性最常用的安抚方式。精密的仪器可以看到准确的数值等级，而他只需要判断苏夭夭到底有没有精神力就够了。原本计划着趁火打劫，以接吻作为报酬，获取精液，可刚才苏夭夭脸红的样子十分可爱诱人，但却是想着其他雄性才露出娇羞的表情，让他气得牙痒痒，愤怒地咬了上去。瑞格一下又一下舔着微微破皮的伤口，甜美的小血珠全部被他一滴不漏地吃了进去，感受着身体内的变化。这就是高度匹配安抚带来的舒畅感吗？他的精神世界就像干枯的沙漠，突然融入了一滴水源，让他绝境逢春，能让他一个 S 级产生灵魂共振。失控行为说明苏夭夭精神力很强，起码是 S 级，所以白莱昂才那么呵护苏夭夭，怕他知道苏夭夭是 S 级，为了降低狂暴值不择手段，所以才联合帕尼骗他说苏夭夭没有精神力。那么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瑞格做着自己的猜测，甚至怀疑苏夭夭已经给白莱昂做过安抚。一想到这个，他就觉得心脏刺痛，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是第一个？兽人的唾液天生有着愈合能力，小雌性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。瑞格不满地抬起头，眼神湿漉漉的，竟然是十分委屈，就像他才是受了欺负的人。夭夭，安抚我，给我更多。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他的身体在叫嚣着，渴望更多。苏夭夭有些手足无措，连身体都在害怕的轻颤。给更多是什么意思？想到了那种可能性，苏夭夭抵在瑞格胸膛上的双手又用了用力。不要，你走开。苏夭夭声音带着轻颤，变得更加娇软了些。瑞格喘着粗气，他觉得被苏夭夭碰过的地方都格外滚烫，想要更多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迅速吻向了苏夭夭的粉唇，温热的舌头灵活地探入她的口腔，不断地吸吮着她的精液。
苏夭夭眼睛睁大，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用力推瑞格，可是他的力气太小，根本不管用。这可是他的初吻啊！男人的舌头在他口腔里不断搅动，野蛮粗暴，强占每一寸领土，没有一点温柔。大手更是按住他的后脑勺，让他不容挣脱。不够，还不够！另一只手紧紧圈住他纤细的腰肢，将他抱起。苏夭夭害怕掉下去，本能的用双腿夹在了他的腰间，却使俩人的身体更加贴合。瑞格一边吻着他，一边抱着他朝房间走去。苏夭夭都快被吻得喘不过气来，想让他停止，发出的却只有呜咽声，听在瑞格耳里更像是催情剂。好不容易松口，却瞬间被瑞格摔在床上。他的身体太轻，甚至还弹了2下。瑞格眼神幽暗，是浓浓的占有欲，舔舐着嘴角残留的银丝。苏夭夭每一点的精液都不能放过，而身上的衣服早就被苏夭夭扯得不像样了，纽扣也掉了好几个，索性一扯，剩下的纽扣也终于不堪重负，全都崩裂，露出精壮的胸膛、紧实的腹肌。瑞格单腿跪在床上，整个身体压了下来。苏夭夭陷入男人的阴影里，挣扎着抬起好的那条腿，一脚踹在了男人的胸膛上。瑞格勾起唇角，苏夭夭的力度对他来说就像是小猫在给他挠痒痒。宽大的手掌握住了苏夭夭纤细的脚踝，他的黑皮透着不羁的野性，苏夭夭的白皙如初雪般的纯净无瑕，形成鲜明对比。视觉上的落差一下子就抓了瑞格的目光。瑞格低头在苏夭夭的脚踝上亲吻着，倒是比之前温柔很多。你放开我！苏夭夭屈腿挣扎着，他是真害怕瑞格把他给交配了。他还没这个心理准备。而宽大的衬衫因为苏夭夭抬腿的动作，衣摆瞬间下滑到了腰间。瑞格瞳孔轻颤，他看到了小雌性最隐私的部位，喉结上下滚动着，极度渴望。变态！苏夭夭羞红了脸，抬手拉住衣摆往下盖，大声喊了出来。而正好在走廊上采购回来的白莱昂听到苏夭夭的叫喊，瞬间打开了房门。眼前的景象让他瞳孔紧缩，愤怒地冲上前，把瑞格拉下床，对着他的脸就是来了一拳。混蛋，你做了什么？瑞格舔了舔腮，很是不爽。他知道白莱昂今天一大早就去镇子里采购，没想到回来的那么快。瑞格冷笑一声，白莱昂，别装了，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占有小雌性的，只有你一个人接受精神安抚，太不公平了。白莱昂眉头紧皱，瑞格在说什么？但占有小雌性，他自然也想过。可星耀帝国的雌性本就可以一妻多夫制，善妒的受夫会被妻主讨厌，甚至是被休。他要做一名合格的受夫。瑞格一见白莱昂沉默了，便觉得之前的猜测全都是对的，瞬间火冒三丈。可恶，为什么不是他先遇到的夭夭？这样或许他依赖亲近的人就是他了，也能得到苏夭夭的第一次精神安抚。白莱昂，你个伪君子！瑞格不甘示弱，一拳挥了过去，白莱昂的嘴角都被打出了血。苏夭夭吓坏了，瞬间哭了出来。别打了！呜！正要大打出手的俩人，听到小雌性的哭声，才停止了动作。俩人心里皆是同一个反应，糟糕，吓着小雌性了。瑞格靠近走了几步，却看到苏夭夭害怕的往后缩，立刻停下了脚步。反而是白莱昂上前搂住了苏夭夭，将被子把她浑身上下都包裹住。夭夭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苏夭夭靠在他怀里哭，刚才的情形属实是吓着他了。瑞格看着他们彼此亲近的模样，垂下了头，发丝遮住了受伤的眼神。以前觉得别人害怕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在基地里会更服从自己，可是现在他不想苏夭夭害怕自己，远离自己。他也渴望可以像白莱昂那样自然的与苏夭夭亲近。瑞格握紧了拳头，他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从没爱过别人，最终无奈的走了出去。夭夭，别哭了，没事了。白莱昂温柔的安慰着苏夭夭，抬手抹掉她眼角的眼泪。夭夭哭得他太心疼了。苏夭夭泪眼婆娑，抽泣着，看清白莱昂嘴角的伤口，指尖小心的触碰，怎么办？流血了。白莱昂微微一笑，小雌性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还有空关心他，闭上眼睛，在他指尖亲吻。兽人的自愈能力很强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苏夭夭仍然有些担忧，你找怕你看看。白莱昂点头答应。好。苏夭夭转头看了眼刚刚瑞格在的方向，发现他已经不在了。他被白莱昂打了一拳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不对，才不要关心那个坏蛋。哭声渐渐停下，他忍不住回想起刚刚的那一幕，抬手触摸着自己的双唇，心跳又再次加速。白莱昂察觉出异样，抬手轻轻地捏起苏夭夭的下巴。苏夭夭娇嫩的嘴唇又红又肿，甚至是有些破皮，可见是被十分野蛮粗暴地对待了一番。目光缓缓下移，苏夭夭的颈间明显有一处咬痕，红痕在白皙的肌肤上格外明显。纯蓝的眼睛微微眯起，抬眸四目相对，问道：瑞格对你做了什么？苏夭夭的小脸变得红扑扑的，这叫他怎么说得出口？明明不是他做坏事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看白莱昂，眼神心虚的乱瞟。苏夭夭只是咬了咬嘴唇，什么都不说。身上还有其他痕迹吗？白莱昂低沉的声线再次响起，视线一直往下，整个人也变得有些阴沉，甚至伸手拿开了裹在苏夭夭胸口的被子。苏夭夭吓得连忙拉回被子，没有了。他怎么觉得白莱昂想把他扒光检查？白莱昂顿了顿，缓缓松开了被子。他刚刚的情绪差点失控了。苏夭夭注意到白莱昂的表情不太好，他是不是以为他和瑞格交配了？没有，我和他没做什么。夭夭红着脸喊了出来，只是瑞格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吻了我。苏夭夭娇羞地低着头，说出来让他有些无地自容。白莱昂抬手揉了揉苏夭夭的头发，给予安慰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给他应有的惩罚。瑞格的行为已经触犯了雌性保护法，但好在他回来的及时，没有发生最后一步。对了，我今天去镇上采购，发现这个还挺适合你的，
白莱昂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饰品礼盒，打开里面是一条精致的项链，主石是一颗宛如深海眼眸般的蓝宝石，它幽蓝深邃，蓝色的色泽纯净的没有一丝杂质，仿佛藏着无尽的神秘故事。哇，好好看！苏夭夭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，连着心情都好了很多。白莱昂微微一笑，你喜欢就好，我帮你戴上。苏夭夭把秀发抚到一侧的胸前，让白莱昂方便佩戴。白莱昂拿起项链靠近，视线又再次看到显眼的红痕，刺激着他的视觉，鼻尖还有小磁性香甜的气息。白莱昂的呼吸重了些，他也好想尝尝夭夭的颈肩、嘴唇到底是什么滋味。好了吗？苏夭夭娇软的声音让他从暗域里回过神，闭了下眼，再睁开，又是那个温柔绅士的白莱昂，动作轻快地为小雌性佩戴上项链，甚至没有碰到小雌性的肌肤。好了，蓝宝石的冷冽蓝色与她白皙的肌肤相互映衬，宛如冰雪世界中绽放的蓝色花朵，美艳动人。苏夭夭摸着胸口的宝石项链，喜欢的紧。她还从没戴过珠宝首饰呢，指纹入录成功。突然，项链传出机械的声音，吓苏夭夭一跳。项链会说话。白莱昂笑了笑，有趣地看着苏夭夭的反应。其实它是一款光脑，不过被制作成了项链外形的款式。听说皇城里很流行，雌性都很喜欢。光脑是什么？苏夭夭有些好奇地问道。你可以理解为通讯工具。项链表面泛起一层淡蓝色的全息光幕。白莱昂抬手帮苏夭夭设置着，添加了他的光脑。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光脑联系我。苏夭夭点点头，明白了，跟手机差不多。你的身份信息还未去皇城注册，有很多功能暂时无法使用。苏夭夭点点头，明白了，就跟上网没实名制，游戏都不让玩呗。需要我教你怎么使用吗？你可别小瞧我，我自己研究研究就会了。玩手机上网谁不会啊？她可是个宅女，天天跟电子产品打交道。苏夭夭小手在虚拟屏幕上点来点去，不亦乐乎，发现这个国家上的网较兴旺，很多每日资讯、军事、医疗、娱乐什么都有。不过她没实名，只能观看，不能评论。小老百姓还是更喜欢娱乐方面。苏夭夭点了进去，发现这里也有歌手、演员，全都是雄性。苏夭夭看的都是热榜，那都是1等1的红人，相貌自然也是1等1的。而且这尺度，图片上的男人，火红色的微卷长发，眼上蒙着黑色蕾丝眼罩，性感的嘴唇微张着，上半身赤裸跪在地上，绑着绳子将2手背在身后，那胸肌腹肌一览无余，肌肉线条流畅，到达完美的程度，甚至裤子的纽扣拉链是打开的，能看到